我们下午画一个啊，我们那个上午画的是一个偏传统的一种构图。今天下午呢，我们讲一个现代的一个构图。现代的构图，我们也是在什么，在我们传统的平面构图上，这也是昨天讲的一段，就是一江两岸的三段式构图。根据我们这个传统的三段式构图，我们画一个现代的这种场景，现代的场景也是画的什么江南水乡，夏天的一种景致啊，夏天的景色，也是什么？我们前面山石部分还有什么？我们树的部分，我们和传统的有什么不同？我们现在的树都是以单钩为主，单钩为主，然后我们后面云的处理方法也是不一样的，和传统也是不一样的啊。今天记住啊，我们的构图是什么？三段式，近中远，三段式构图。中间是什么？中间是个江河。先画近景山石，我们先用什么？近景的山石开始，笔尖去调墨，是不是？我们一直讲，开始画的时候，笔尖调墨，不要说整个把笔锋就摁在那个墨盘里边啊，在笔尖调一些墨，先画什么？先画近景的山石。我们上午讲了啊，长线先以长线为主，画我们的山石，把它山石外形我勾出来，山石的外形我勾出来，你看，先把我们近景的山石外形由近到远，我先把它的外形，你看，我勾出来，勾出来，勾出来以后，大家看啊，勾出来以后，这是我们山石的外轮廓，我们里边的，对吧？山体的，结构形体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它的体积，我们怎么把它表现出来？你看，我们现在的画的时候用的笔法和我们传统的有什么不一样？你看，它也是用什么？用短的线条，用短的线条去什么？去把我们的山的，这种结构、小结构，还有它的什么？它的体积去表现出来，体积表现出来，也是用的什么？用的也是我们常用的皴法，短匹马，对不对？大家注意一下，我用的线也是短匹马，但是它的变化，用笔的变化和我们这个传统的有一不同的地方，就是什么？传统的都是以中锋为主，我们现在的呢都是用侧锋、中侧锋。你看，中锋、侧锋就是把笔，画的时候大家注意，我的笔呢一直是侧过来，侧过来去表现，侧过来表现的，看。这是我们传统与现代的山石表现用笔的方法有区别的地方。来，看，这就是有区别的地方啊。它也是把我们的山石也分成什么呀？分成它的，你看前左右，前左右，是不是？它也是按我们这个石头的块面结构，我们去处理它的山石。是不是也是这样处理山石的明暗？这是用笔的有变化。
哎，只是用笔有变化。这是变化的，是吧？有区别的地方啊。哎，和传统的山石有区别的地方。哎，近景的山石，这也是不是？我们讲到的石头的，是不是？哎，石头的它的块面怎么去区分？哎，怎么去区分？你看它的明暗结构，哎，都是用哎这种开始处理块面的10分3面，就把它分出来，把它表现出来。哎，把它表现出来啊！这是我们近景的部分，近景的山石部分。它不是说我们常说的，同学总是问老师，是不是它这个结构是用这个皱墨勾出来的？是不是？不是，对不对？来看一下，我们勾的时候，它一样，它的线有浓淡墨的变化。皴的时候，你看里边去加皴的时候，它也有浓淡的变化。哎，它有浓淡的变化。哎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什么呀？哎，调墨的方法。哎，调墨的方法就是我们讲什么？哎，一笔墨的调墨方法。你看，在清水笔尖蘸清水以后，是不是笔尖稍调一点墨？调墨的时候，我们大家注意啊，调墨的时候用笔尖去调，不要说把整个笔根摁进去。你看，哎，它在笔中的墨的呈现，你看来看一下是不是？哎，它是这样的呈现，由浓，对吧？到淡到清水，哎，这样的层次变化，我们常讲什么？墨分五彩，浓淡干湿焦，对不对？哎，就是说我们调墨的时候，它的墨的它的呈现，哎，它的墨的层次呈现，我们勾结构线、勾轮廓线、皴的时候，哎，都要按这种笔法、墨法，对不对？一定要这样去调墨。哎，大家可以把我们刚才讲的，调墨的方法，我们可以打在公屏上啊，叫什么？哎，一笔墨，是不是？哎，一笔墨。你看，不单我们画山石啊，大家还要注意啊，画山石的时候，哎，要用到这个一笔墨。到什么画树的时候，大家到后边画树的时候也会用到啊，也会用到这个一笔墨。你看，我们再按前面这个山石结构，我们去处理后面的啊，哎，后面的山石，哎，先什么？哎，也是先画什么山石的轮廓，是不是？你看啊，我画轮廓的时候都是什么？你看，都是以长线条为主，哎，都是以长线条为主，嗯，哎，长线条为主。它的墨色啊，有前面的山石开始画，墨色稍微重一点，是不是？由浓到淡到干，哎，这是它的层次变化啊，层次变化。到了接近清水的时候，你看我再去调墨，再去调墨，再去皴，哎，再去皴，看侧锋、中侧锋并用，中侧锋并用，把我们的山石立体感，是不是？哎，把山石立体感，哎，我们表现出来，你看是不是？哎，表现出来。大家注意看看，是不是？我们山石，你看到了，对吧？看到几个面儿，是不是？你看啊，前面一个面我们能看到，左右能看到，对不对？
到后面山石也是啊，你看这是前面一个面我们能看到，左右能看到，后面我们是看不到的。哎，后面我们是看不到的啊，哎，只能看到我们山石的前面3个面，因为我们山石是什么？哎，它是一个实体，它是个实体。哎，我们只能它不是透明的啊，透明的你能看到，透过这个前面的结构能看到后面。哎，因为我们是吧是个实的东西，对吧？实个物体，实的物体来说，你只能看到前面的3个面，或者看到2个面，2个面就是什么？哎，能看到上面一个面或者下边一个面。你看不到后边的一个结构，对不对？看不到后边这个面，这就是我们讲的啊，十分三面。不管我们现代的传统的，都会用到这个。你分解的时候，哎，分解石头的时候，结构你要了解它。哎，后面你看，再来一块，哎，再来一块，也是啊，是不是？哎，先把它的外形我们画出来。分出它的块面结构，哎，分出它的块面结构，大家注意一下，看是不是？哎，上面一个面对不对？左右3个面一定要把山石你画完结构、画完的轮廓以后，哎，把它的3个块面结构，我们心里要清楚一点，清楚一点。然后你在皴，是不是？你在皴的时候，这是加深嘛？就为了加深我们的，哎，它的层次，还有它的什么体积感、空间感、空间感。哎，看啊，山石部分画了以后，看啊，山石部分画了以后，哎，山石有山，对不对？有山有水，还要需要什么？哎，树木，树木，你看，树木也是我们山石画很关键的一个什么构成部分啊，很关键的构成部分。山有水，对吧？哎，则有生机啊。山有水则有生机，就是说你光秃的山敢有单只有什么山石，对不对？一看就是这种山，哎，没有植被覆盖，哎，就是光秃秃的，一看没有什么生机。有了这个树以后，山也显得秀气啊，增加我们山水画的这个生机感。哎，我们看画这种现代的这个树的时候，都是以什么？哎，以单钩为主，单钩为主。我们刚才讲什么？十分三面，树分四枝，这是我们常讲的。哎，树的四肢怎么去分？我知道了。看我们上面课呢讲过什么呀？哎，讲过它的这个双钩的，我们知道树分四肢。那老师，我们的单钩的这个树分四肢怎么去分？你看，哎，我们先勾什么？哎，先把树干，哎，先把树干勾出来。勾出树干以后，你看也是啊，左边，哎，先画左边的结构。你看，哎，画出左边结构以后，右边的树杈，右边的树杈，我们用什么？哎，用它的墨线，哎，用它的单线去表现，用单线去表现。哎，你看这个树枝，让它什么？哎，让它穿插到主干的前面，中间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主干？对不对？哎，是不是我们主干？我们让这个树枝哎掩盖住主干的地方，掩盖了主干的地方。哎，右边，你看，哎，右边去画，
向后，你看啊，哎，这是后面的树枝，来看一下，哎，让前面的树枝哎遮挡住后面的树枝，看，穿插到我们哎树枝的后面，小树杈的后面，这就是我们看也是分出什么前后左右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样我们在单钩的时候也能分出哎树的四肢，哎树的四肢，不是我们单一的在字面这个就想象，哎，就是我们是不是这个左边两个树杈，右边两个树杈，是不是？不是那样的啊，不是那样的，是树枝的哎前后左右四个方向，哎四个方向，树枝的出枝的四个方向，不是说出四个树枝啊，是树枝的四个方向，前后左右，哎前后左右。对吧？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数分次之，哎，我们打在公屏上，加深一下我们的印象。就老师讲的时候，哎，数分次之是哪四支？是不是？是四个方向，大家记住啊。数分次之，你看，然后根据什么？下面就是我们点页啊，根据我们小树枝的组合，我们去点它的叶子的组合。叶子不是说我们随意的去点啊，树叶也要讲究什么疏密，哎，它也有疏密关系，也有疏密关系，有层次关系，有前后的空间关系，哎，都有啊。所以说我们点的时候要注意我们什么呀？哎，注意它的组合，这个组合，你看，根据我们小树枝，我们去点叶子啊，哎，你看，哎，先点树头的地方，哎，先点树头的地方。由深到浅，是不是？哎，由深到浅，这就是我们刚才什么讲到的啊？哎，一笔墨，你看点叶子，这个有点太干，哎，我们换一支笔，还是一个尖号啊，我再换个尖号，这个笔稍微软一点。你看啊，哎，我们点的时候啊，哎，由浓到淡，你看一笔点下来，把这一组叶子，哎，把这一组叶子点下来，是不是？哎，点完以后，到我们哎接近于清水的时候，再去点，再蘸墨啊，再去蘸墨，你看，再去蘸墨，哎，再去点，这是又是一组啊，对不对？左边这一组啊，左边这一组小树枝的叶子，点完以后，再蘸清水，笔尖挑墨，哎，笔尖挑墨，看，现在就点什么？点前面这一个树枝啊，前面这个树枝，你看是不是？哎，它去把主干，哎，把主干，哎，把主干它遮挡住，是不是？哎，把主干遮挡住，哎，这一组点完以后，再来一组，根据我们的，是不是？哎，根据我们小树枝的组合，我去点叶子，一定要分出它的什么？哎，它的一组一组的叶子，哎，一定要把它的每一组小叶子的组合，我们要表现出来啊，嗯，要表现出来。到后面了，哎，后面的小树枝，你看，它是穿插到主干的后面的时候，
哎，淡墨，哎，用淡墨去点，用淡墨去点。你看前面的都是，哎，我们上午还讲了啊，哎，它的墨的变化，远近墨的变化，是不是？近实远虚，哎，近实远虚。近处的墨呢，哎，让它重一点、浓一点，然后到后面的时候，到后面，你看后面呢，它相对来说，我们空间就离得我们远，就是这种淡墨，哎，去把它表现出来，把它表现出来。看下面，我再去画，哎，远处的小树的时候，远处小树的时候，你看淡墨去处理，哎，淡墨去处理。它也是啊，根据什么？哎，也根据我们的小树枝啊，小树枝，你出的近处的树，哎，墨重的时候，你看到后面，哎，我们小树枝是远处的，哎，墨色让它淡一点，让它淡一点，哎，这就是根据我们远，对吧？近实远虚，哎，进行墨的这种处理方法，哎，墨的处理方法，更远一些的树木，是不是？哎，更远一些的树木，淡淡的墨就可以，哎，淡淡的墨就可以，哎，看，这是我们啊近景的树木，哎，近景的树木，看它的这个前后层次，哎，树的前后层次，就靠我们墨的，哎，这种浓淡去把它表现出来，也去把它表现出来，一样的啊，看到我们左边这种树的时候，也是啊，哎，左边树的时候，过来。先画什么？哎，先画一个主干，然后简单的分出它的前后树枝，哎，前后的树枝，哎，分出来，看是不是？哎，简单的分出来啊，因为前面我们右边这棵树，哎，我们讲的比较详细，到左边的时候，看，你简单的画出来，一样的啊，点那个点叶的时候。一笔墨啊，一定要记住，哎，点叶的时候一笔墨，看由深到浅，由湿到干，哎，由湿到干，每一笔啊，每一笔我们都是按这种调墨的方法，都是这种调墨的方法。你看下来，这样我们才能把什么？把我们山水画、中国画的这个墨的这种层次、韵味，我们才能体现出来。有的，就是说，画面虽然简单，为什么给人感觉这个意境深远？它什么？不是靠我们这个写实，也不是靠我们空间怎么去处理，靠什么？就靠我们的线，还有颜色，不是靠这个线和墨的变化啊，哎，靠线和墨的层次变化。嗯，哎，是不是？哎，你看，虽然我们树上没有做这个上颜色，但是它的看叶子的色彩变化非常丰富，不是我们靠颜色，是靠什么墨的
哎，这种变化。哎，这是我们现代的，看树的这种变化，层次变化，这体现出来的啊。虽然这是我们是单钩的树，但是它也把你看前后左右、前后左右，哎，它的空间关系，哎，都能画出来。不是说我们双钩就能画出来啊，单钩现在的单钩这个书法也是一样的，也是一样的。哎，画完了以后啊，山石部分、树木部分，对不对？哎，完成以后，我们需要什么？增加一下画面的，哎，生活气息，哎，生活气息，比如说，小房子啊、小船啊、小桥之类的，是不是？哎，增加一些，哎，增加一些这个生活气息，哎，我们来提高什么？哎，提高我们画面的意境啊，提高画面的意境。你看，江南水乡来说，那都是有什么呀？哎，靠近水的地方，靠近水的地方，小台阶儿，哎，小台阶儿，一层一层的小台阶儿，它是什么？哎，到这个河里边洗衣服，哎，洗菜的时候，哎，他从那个我们住的房屋出来以后，对吧？到河边，哎，要安排有这个石头的台阶儿，哎，石头台阶儿，你看，在上面就是我们的房屋。先画什么？也是啊，先安排我们的这个房顶的结构，房顶的结构，你看，哎，画的时候啊，哎，用墨要淡一点。你看，先画什么？先画房顶儿，你房脊是不是？再画一个四边形，哎，画个四边，这是房顶啊。再后来就画我们的，你看墙面儿，哎，画墙面儿，这也是两条平行的线。哎，两条平行的线到下面，哎，靠近水的时候下来，嗯，这是我们哎房子的部分。下边是什么？哎，是我们靠近水面的时候那种轻条石，哎，那种轻条石，用小的长方形，哎，我们勾什么？哎，勾这种小的长方形，然后它的结构，大家看啊，房顶，哎，这是墙面，这是个侧面结构，你看。小窗户也是什么长方形，是不是？哎，也是长方形。过来竖线，哎，这小窗户，嗯，这也是到下面，哎，这是两层的，靠水边的啊，两层的建筑，这是一个结构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是我们向前的啊，就正面的一个房屋结构。稍微再侧一点，你看，再侧一点的一个结构，你看也是先画什么？哎，先把这个房顶的地方勾出来，哎，勾出来，是不是？哎，也是个哎，不就是斜边的啊，一个长方形，哎，再过来，错过来，你看，它是什么？哎，它是后边的一个房屋啊，后面的房屋，哎，稍微的让它错过来，到我们靠近水面的这个结构啊，要交错一下，不能平行。上面也是啊，小窗户，两层结构，下边哎勾两条横线，这后面的是不是？哎，遮挡住的地方，哎让它交错一下，
让它交错一下，再向后再来一组，再来一组，侧面小窗户，越向后，哎，只露房顶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只画出房顶就可以，下边都是什么？哎，被我们前面房屋遮挡的地方，被前面房屋遮挡的地方。画完以后，它上面的结构，我们瓦的结构，你看，因为它这个房屋相对来说啊比较小一些，我们就不用勾瓦片啊，只勾住它的，你看啊，哎，这种竖线结构就可以。勾的时候，它这个竖线结构呢，就是我们瓦一排排的啊，哎，一排排的瓦片儿，只画出这个竖结构就行。它的结构要和我们两边的房顶的结构线要平行，是一个方向啊，对不对？一个方向，你看，这个方向我们向右边去画线。你看这个房顶呢是向左边的方向，所以说你要顺着它的结构线向左边去画。这个方向大家一定要画对啊，一定要画对。哎，这是后面，看小房子。哎，画完小房子以后啊，画完小房子以后，你看我们房前有树，对不对？房前有树，还要注意什么？房后，哎，一定也要有树啊，也要有树。你看房后的树，我们画的时候也要注意什么呀？它的墨的变化，哎，墨的变化，你看，以淡墨为主，哎，以淡墨为主，单钩画出小树枝，因为前面的树是不是它离得近，我们交代的清楚一点。到远处的树的时候，哎，简单的勾出小树枝，你看，勾出小树枝以后，用淡墨，哎，用淡墨去画，向后，哎，来一点。画的时候，大家记住什么呀？哎，我们前面你看啊，我们前面的房屋是不是它的墨色是很淡的啊？很淡的。后边树的时候，你看要凭它的墨色，哎，还要淡一点。你不要说后边，你看后边你前面这个树，这个房屋啊，对不对？你画的这个墨特别淡，到后边用个特别重的墨，你去画远处的树，对不对？你的空间处理就不对，哎，就处理不对了啊！一定要注意墨的这种变化。你看，哎，我们这个中国画就靠什么？靠这墨，哎，靠墨拉开我们的这个空间关系。嗯，淡墨，对不对？哎，淡墨去处理。它下面，哎，画一个什么小的土坡，哎，小的土坡，过来，哎，这是什么？哎，我们在这个房屋的后面，是不是还有山石结构？哎，还有山石结构。哎，这是到后面以后，它的结构就不用什么，哎，勾的那么详细，因为是后边是，哎，或者土坡啊，或者什么之类的啊，哎，就不用勾的那么太详细。嗯，中景、近景完成以后，你看啊，到远景的时候，我们开始什么？你看，到远景过来，远处的山石，
我来，哎，画的时候啊，一笔墨由浓到淡呈现出来的啊，哎，由浓到淡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哎，这是对岸的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对岸的，哎，小的土山，小的土山，哎，上面是植被。我们用什么泼墨的方法？哎，泼墨的方法，我们去勾一下。嗯，近景的，是不是？哎，注意我们处理这个景的时候啊，中景、远景，哎，处理的方法。哎，近景的时候我们交代的，哎，山石结构啊，是不是？哎，都交的清楚一点。哎，到中远景的时候，中远景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画的，哎，让它是不是结构简单一点？哎，结构简单一点，你看。中景的小树丛，哎，小树丛用什么呀？哎，用竖线、横线，对不对？我们去代替啊，竖线、横线我去代替。哎，你看竖线是什么呀？哎，是我们远处树丛的树干。哎，我们常讲什么呀？哎，远树无枝，远山无村。你看，对不对？哎，它就是什么？只有主干，我们不用画什么，不用画前面的那个。你看，我们前面树的时候，你还要画小树枝，对不对？到我们中远景的时候，我们小树丛就是只画树干，然后去点叶就可以了啊。你看，画完树干以后，哎，横着去点，这就是我们远处的小树。哎，注意什么？哎，就注意它的高低错落，哎，高低错落。然后呢，它也有浓淡墨的变化，对不对？哎，也是啊。你勾完树干以后，竖线勾完树干以后，点叶的时候也是用什么一笔墨的方法去点，哎，产生由浓到淡的层次变化。就是我们看出这个小树丛呢，它不是个平面的，哎，它不是平面，它是有层次感的啊，是层次感的。你看，由深到浅，到淡，到干笔，一看我们小树丛，它是有纵深的，哎，空间感，纵深的空间感。哎，下面啊，你看远处的时候，我们到岸边安排一些小船儿，安排一些小船儿，你看，哎，画小船儿和我们这个点你的房屋的时候，你看我的用笔都是什么？哎，都是相对来说啊比较淡的墨色，哎，比较淡的墨色。来，远处的小船儿，哎，画两个小船儿，来，小船儿，近处的水面，哎，我算在哪儿啊？在这个小树的后面，小房子后面，我们安排一个小的船只。你看，先画什么呀？哎，这乌篷船，先画我们船篷，一个横线啊，一个横线，两个半圆，哎，再过来，你看，哎，后面呢把它藏起来，把它藏起来，这是乌篷船，上面横线就是我们船把，是不是？哎，横线就是我们船把，然后船舱的里边用淡墨
哎，渲染一下就可以。哎，这是我们进出的啊，是不是？哎，小的雾喷船，小的雾喷船，哎，把它固定住。哎，大家注意什么呀？哎，我们看啊，我们画什么呀？画小房子还有小船的时候，它的用笔啊，它的用笔是什么呀？哎，淡墨干笔，淡墨干笔，我们要记住啊。哎，淡墨干笔，点景的时候，不管是我们画小台阶、小房子、小船，还有什么，小亭子、小桥，哎，所有的啊，还有人物，哎，所有我们涉及到画面的点景的这个用笔用墨，哎，就是啊，都是用这个大墨干笔啊，我们去表现它。有的同学就喜欢用什么用重墨勾出来它的这个，不管是房屋啊，还有什么小船啊，哎，特别这么呆板，它不给人感觉它不活，所以我们要求什么呀？哎，墨的变化，线的变化，才能感觉我们的画面呢，哎，是活的啊，是活的，它不是说呆板的那种，哎，死线条，是不是？你看，哎，看啊，画完了以后啊，下面画远山，你看远山，哎，来一座远山，先什么？哎，我先定一个远山的中心位置，哎，中心位置，然后在这个中心位置，我们后面画，哎，向后延伸它的山脉山峰，山脉山峰，你看，哎，这是中心啊。定了中心以后，向后、向左、向右去延伸它的山峰、山脉的走向。哎，山脉走向，你看是不是？哎，不要说我们画一个直线上去，对不对？哎，不要画个直线上去，一定要让它有左右蜿蜒。你看，哎，左右蜿蜒的山脉的走向，一定要有变化，对不对？一定要有变化。我们这个山脉呢，其实和我们血脉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它不是一根线上来的，它也有分支，哎，也有变化，也有弯曲。你看，为什么叫山脉，对不对？哎，它不是单独的一个山峰，它不是单独的山峰，它是有，哎，蜿蜒崎岖，左右这个蜿蜒崎岖的盘旋而上，你看下来，哎，远处的山峰，你看啊，我们到这个时候啊，画完这个结构线的时候，它山上的植被我们去怎么表现？你看啊，哎，我用什么？用重墨，哎，重墨点一下，你看，点一下它的山峰的地方，哎，山峰的地方，你看，我先用重墨啊，哎，先用重墨去点，点完以后，趁它还没有干的时候，你看啊，还没干的时候，我用什么呀？哎，再用淡墨，哎，去破它一下，哎，去破它一下，让它有什么？哎，有淡墨去把浓墨破一下，冲它一下，让它你看显得植被
哎，有层次变化，是不是？哎，你看，好像我们山上，是不是？哎，那种植被，毛茸茸的那种感觉。哎，用淡墨去冲一下，去冲一下，这也是我们墨的一种用法，墨的一种方法。哎，我们不是单一有这个一笔墨，还有什么？哎，还有浓破淡，淡破浓。哎，浓破淡，淡破浓。我们今天这个是什么呀？哎，我先上浓墨，后用淡墨，是不是？你看，哎，先用浓墨，点完以后，我用淡墨去破它，这就是我们用的调墨的一种，叫什么呀？哎，淡破浓，哎，淡破浓的方法。我们到后面的时候，哎，也会用到还有什么浓破淡，这两个方法我们相互叠加运用的。有时候根据我们画面需要，我们用什么？哎，用浓墨去破淡墨，是不是？哎，有的时候呢，我们用什么？用淡墨去破浓墨，哎，需要我们呈现什么的墨色变化，我们用不同的泼墨方法。哎，泼墨方法。今天我们用的是淡破浓哎，我们可以把这个淡破浓我们打在公屏上哎，远山，哎，也是用淡墨，画出来。山脚的地方，下面就是你看用淡墨我们染出一下云的这种大致外形，哎，大致外形。还有什么呀？哎，还有我们上面你看山脚的地方，是不是？哎，山脚的地方，侧锋，大家看一下侧锋，哎，画出山脚来。画的时候都是什么？你看用笔侧过来，用笔侧过来，上实，你看，对吧？上边是实一点，下边是虚一点的到我们下边画的时候，你看用笔呢，哎，上边是虚一点，下边是实一点，它的两种，哎，虚实对比是相反的，哎，虚实相反的对比。你看，我们上面山石是上实下虚，下边的山脚的地方是吧？上虚下实。用什么呀？哎，到后面的时候画完山石以后，用什么？用淡墨。哎，用淡墨干笔，先把我们把我们云的外形画出来，大致的外形我们画出来。根据我们留的这种云的外形，我们上色的时候，对吧？直接用颜色把它染出来就可以。哎，注意它的，你看云的这种流动性、流动感，来把它表现出来。倒影、淡墨、船的倒影，哎，近景的、中景的你看中景的小土丘，是不是也要画出倒影？近景的地方，小房子倒影画出来，小船儿，还有后边的小的土坡，都要用倒影勾一下染一下。小台阶儿，哎，这是我们现代的
是不是？传统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画这个，是不是？注意一下，我们画传统的构图的时候，它就没有什么，哎，没有这个倒影这一说啊。哎，到我们现在的山水里边就有了倒影的地方，要画倒影，表现它的水面。哎，下来。哎，画倒影也是，不要用太重的墨，哎，我们要用什么？哎，要用淡墨，然后侧锋，是不是？把笔侧过来，这样去画倒影，这样去画倒影，不要用重墨啊，不能用重墨去画。哎，船的倒影，小房的倒影，是不是？哎，还有我们近景的石头的倒影，都要画一下。近景的山石稍微的倒影让它长一点，哎，让它长一点，你看，哎，让它长一点。到中景的时候，还有什么远景的时候，哎，它的倒影稍微的这个短一点。哎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是我们啊画现代的时候，看和我们传统不同的地方，是不是？哎，倒影我们传统里边没有，哎，现代的我们就有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云的地方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们传统云的时候就是直接让它虚下来，哎，直接让它虚下来。我们到现在的时候用什么？哎，用淡墨先把它激出来。刘星不用担心零基础啊，我们班对级群里有很多都是零基础，人家画了不到1个月都画的特别好。方法老师教给大家了，学习起来其实挺容易的啊。对，我们看我们课不是说单一的就这么去画一个整幅作品啊。哎，我们在前面给大家录播了几十节的啊基础课。哎，你看就像我们课上一样，这一块山石，哎，老师怎么去画的？哎，我在基础课里边讲的很详细。哎，怎样去勾？哎，怎样去皴？用什么皴法去表现出来的？哎，前面是山石部分，然后到后面呢，你看，这是我们哎单勾数怎么去表现？我们课程里边还有什么？哎，双勾的数的怎么表现？然后两棵树怎么组在一起？三棵树怎么组在一起？然后我这个叶子是怎么点成的？哎，不同的点叶数，圆形，就是吧？有横的这种点叶，还有什么介字点、各字点、双勾的。哎，在我们基础课里边，哎，给大家录播了很多的基础课。哎，就是说针对什么？针对我们零基础、零基础都没有、一点基础都没有的啊，我们针对那个同学们，哎，我们录播的这基础课，哎，同学们可以没有基础的，先把前面的几十节的基础课，哎，我们去了解一下、练一下，然后就可以画后面，哎，我们这个整幅的作品，哎，就可以临摹整幅的作品。就是说，哎，喜欢什么样的构图，哎，你就可以到这个作品里边你选出来，我就去临摹，先捡自己喜欢的就去临摹就可以。这针对我们没有基础的，对不对？哎，还有什么也喜欢画，还有基础的，哎，就可以直接临摹后面整幅的作品。哎，针对我们的不同的啊，有基础没有基础，哎，我们都可以在我们的课程里面去学习。嗯，水的、云的地方，还有什么？哎，还有水面啊，大家看一下。哎，我们传统呢都是以留白为主，哎，我们现代呢，你看水面都是要上颜色，哎，都要上一下颜色。哎，先打湿，哎，先把我们看云的地方、水的地方，是不是水面的地方，我们打湿一下。打湿了以后啊，你看水多的地方，水少的地方我们不用去管它啊。看有的地方水比较大，我们可以用这个废纸，我们去吸一下，吸一下，然后我们调一个赭石颜色，
你看啊，它也是分着先上什么后上什么，它是有规律的上色。哎，先上赭石，先把我们树的树干地方复勾一下，你看，哎，稍微复勾一下，因为我们是单勾的，是不是？哎，不用去填它的颜色，哎，就按我们这个树干的墨线，哎，墨线复勾一下就可以。然后什么呀？大家注意一下，就是我们小房子的窗户，哎，用赭石染一下，你看，赭石，小窗户，哎，染一下。还有什么小船儿，是不是？赭石，这是我们先要点景的上赭石的地方，哎，我们先把它染一下。然后我们上山石部分啊，哎，山石部分，小台阶儿，哎，也是用赭石染一下。下面就是山的地方，对，打湿。水多的地方我们可以用废纸稍微吸一下啊。你看我下边这个地方水多一点，我吸一下；上面喷云的地方，哎，它的没有那么多浮水，我就不用管它。哎，我们稍微晾一下，我们再去染云啊。你看，先染树的山石的地方，山石的地方，哎，在山石的暗部来一点赭石。看，对不对？哎，来山石的暗部来一点赭石。我们今天上的一个，哎，也是一个现代的小青绿的方法。在暗部，远山我们不上赭石了啊。哎，今天这个远山不上赭石，哎，只在近处的山石上面来一点。下面就是我们上什么花青。看啊，在山石的亮部，哎，来一点花青，淡淡的花青。哎，下来，看，我们没上这个浅绿色，上的花青，淡淡的花青。哎，淡淡的花青，染一下。上色的时候，大家注意，我们上色还要注意什么？哎，注意它的水分啊，颜色的水分一定要多一点，不要太干。哎，不要太干。你看调色的时候，我每次调色都是加很多的清水，很多的清水，来一点远山。远山就是用这个，我们用花青啊，淡花青，哎，淡花青染一下，就可以了。哎，淡花青染一下就可以。山脚的地方，花青。下边就是水面的地方啊，哎，染水面。哎，这个房屋的靠近水面的地基的地方，用淡的花青染一下这个小石头，
它下边都是什么？靠近水面的都是石质的，都是石头垒的啊。哎，调一个花青、浅绿，对吧？哎，我们调个浅绿色，染水面。你看啊，浅绿加一点三绿，哎，加一点三绿，暗一点，暗一点。看，哎，浅绿里边加一点三绿以后，我们染水面，由近景的水面开始染起。哎，它颜色现在我们颜色是比较重的啊，稍微重一点，然后我们向后去染，向后去染，你看由深到浅，是不是？哎，由深到浅的变化。颜色深的时候，我们刚调的颜色比较深一点，然后我们先染近景的水面，近景的水面到下面加清水，颜色变淡，我们就染后面的啊，哎，来后面的。淡淡的来一点，是不是？这颜色，哎，近处的颜色让它深一点，远处的颜色让它浅一点，这样把我们的水面的空间也能，对不对？水面由远及近，哎哎，深的颜色加深一点，加深一下。哎，上完以后，山石部分底色上完以后，哎，我们先上什么？哎，先让树的地方，树叶是不是？哎，点树叶。树叶花青，还是以花青为主。大墨调一点绿色，你看，哎，稍加一点藤黄，哎，稍加一点藤黄，哎，点一下，看，哎，近景的，我们点叶的树的部分啊，树叶的部分，来一点，哎，让它看偏一点绿色，我加一点藤黄，让它偏一点绿色。水分要大一点啊，我们上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哎，水分要大一点。你就上色的时候，就边上色边加清水，边加清水，由深到浅，随着墨的变化，哎，我们由深到浅，来一点，看到这个房屋的时候，大家看啊，到房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不要说你的颜色把这个房子你去，对吧？有时候不好印到这个房子上面，稍微的让它上的时候闪开一点，闪开一点，哎，颜色。再调花青，哎，再来点花青，调一点大墨，还是墨青色啊，哎，再调点墨青色，我们染什么呀？哎，远处的小树丛，你看，远处的小树丛用墨青色去染，哎，墨青色去染，哎，房子的后面加染一点，加染一点，这个墨青色还可以加点什么？你看啊，
加到我们山石的暗部结构，加一点，染匀。你看啊，下面我们就可以染匀的地方，染匀的地方也要调这个花青，对吧？花青加淡墨，我们染匀的地方用墨青色去染匀。看，根据我们看淡墨染了的地方，是不是？在淡墨染的地方，我们去加这个颜色。根据我们淡墨的这种，留白，这就是我们要留匀的地方。要留匀的地方，过来，来。后面的云要注意啊，后面的云根据我们山的这种走势，去呼应。你看，去呼应，靠近山的这地方颜色让我们稍微深一点，稍微深一点。然后注意它的云的变化啊，云的变化。有的同学就是处理云的时候不，他处理的这形状有点什么，太这个太碎，是不是？要处理的时候有聚有散，有深有浅，有深有浅，要有个整体的云的动态，然后局部再有小的变化，是不是？你不要画的时候就是说，太这个太碎，有时候画的太碎。画的时候有深有浅，远处的远山也是用这个墨青色，我们去染一下，是不是？淡墨，山峰，你看，远山，染一下，过来。不要太碎啊！我们看染匀的时候，大家看一下，是不是我们匀？一定要有什么整体的，是吧？要有整体感，不要说染出来以后一看就是一条一条的，或者什么，有的同学我见就是说，有的画的和什么，像那个这个锯齿一样，是不是？太雷同，它没有变化，一定要注意它的变化啊。是不是？这种云还是一种什么？平的，这种流云为主。它不是我们在这个山里边，比如说山峰高一点的山峰里边，它的云它是有滚动的，不同形状的变化。我们的江南的云都是一种平的那种云层，平的这种云层。房顶也是，灰瓦白墙，我房顶也是花青就可以啊，淡的花青。淡的花青，染一下。淡花青，染一下房顶。山石的地方是不是？我们染了花青的地方，调一点三青，染一下。
哎，山石的顶部啊，你看山石的顶部染一点花青，或者染一点三青啊，淡淡的三青染一下，不要太重。这个三青染的时候，哎，浅一点，浅一点。因为我们画的是，你看啊，这种景致来说，大家看一下，哎，是不是比较，哎，画面发一点暗色，就是我们表现什么呢？哎，表现我们江南雨后的啊，下过雨以后的这种景致，是不是？你看啊，感觉一下，你看我们树上这种颜色，是不是像下过雨以后，还有水分？远山也是，你看。就是下过雨以后，我们画的是这种景致。哎，淡淡的花青，再加一点淡淡的三青啊，淡淡的三青，来一点倒影。看我们画什么呀？画倒影的时候，还有画叶子的时候，常用的就是我们这个墨青色。哎，墨青色。来一点，这个颜色是，你看画的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墨加进去的时候，要让它和花青多调一下，多调一下，这样颜色就能融在一起。你看，倒影，哎，沿着我们画淡墨、画倒影的地方，我们加这个墨青色。哎，加这个墨青色也是啊，由近到远。哎，由近到远，你看，船是不是？房屋，哎，下来，加水，颜色变浅，到后面，哎，到后面看画后面的倒影的时候，随着我们水的加入，颜色也会越来越浅。你画后面的倒影，来，是不是感觉一下？哎，我们今天上的颜色，你看我们前面画的都是什么春天的景致，你看这天就是，哎，今天的着色，哎，就是表现我们到夏天下过雨以后，哎，江南的那种，哎，雨后的景致，哎，雨后的景致，来一点，这样你看我们画这种景致的时候，大家注意一下，虽然我们上了赭石，但是上赭石的地方，哎，比较少面积啊，比较少，然后留赭石的面积也比较小，不像我们前面啊画那种上那个春天的那种景致的时候，赭石的留的比较多。看，我们要画夏天的景致的时候，哎，赭石一定要少留一点，哎，少留一点。好嘞，好，哎，这是我们啊今天的着色，对江南下雨后的景色，是不是？你看，这是我们现代的啊
小轻微的一种着色方法，和我们传统的着色方法又不同，也不一样啊。哎，根据我们不同的这个景致、不同的构图，哎，我们去改变它的着色方法。